這次未登桌的趙麗穎提醒娛樂圈女星黃曉明預估錯誤了嗎？小城大事口碑兩極，有人讚其角色鮮活，情感真摯，如高雪梅與解春來的歡喜冤家，也有人批布景失真，劇情倉促。趙麗穎的表演被指用力過猛，但黃曉明等同行卻力挺其演技。這部集結實力派的年代劇能否複製人世間的成功？小城大事到底值不值得一看？似乎成了不少人關心的問題。因為這部劇在網上的評論挺兩邊倒的，觀點差別挺大的。有人覺得這部劇挺精彩的，覺得它傳遞出來的感覺挺正能量，像是一部群像劇似的，每個角色都挺有吸引力的。比方說歡喜冤家似的夫妻高雪梅和副鎮長解春來，或者那老實巴交又較真的副鎮長林東福和孫小燕之間的那段苦戀。雖然劇情只有40集，但人物描寫可是挺豐富的。有人覺得這部劇不咋地，認為布景不夠逼真，沒有80年代那會兒的感覺，覺得裡面的情節挺多，鋪在主角身上的部分有點少，對於想講的故事也挺多，結果都寫得不太充分。看完之後感覺挺亂的，好像在硬推着趕着結局似的。其實這個不一致的評價，難道不就說明這部劇沒有讓大家都拍手叫好嗎？不像趙麗穎主演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那樣，贏得了那麼多人的喜愛和認可。其實小城大事還沒上線的時候，大家對它的期待可算是蠻高的。這部劇之所以備受關注，主要是因為趙麗穎和黃曉明這兩個實力派演員加盟，再加上朱媛媛和陳道明這些知名度和大眾認可度都挺高的明星撐場面。看看預告片就覺得這部劇肯定不會差，還特別期待它能火成像人世間或者雞毛飛上天那樣的年代大作。看完之後就覺得這片子拍的不像是年代戲，倒像是現代劇似的。而且吧，趙麗穎在這部劇裡的表現也不算特別出彩，沒有風吹半夏李許半夏那樣自然流暢，也沒有幸福到萬家裡的和幸福那樣接地氣，感覺差了那麼點兒味兒。她在小城大事裡給人感覺挺拼命的，明顯看得出她挺渴望塑造一個80年代基層幹部的樣子。她能看得出來是真的下了不少功夫，剪了短髮，還特意模仿那種年代的走路方式，比如那種小碎步，挺用心的。他的台詞語氣和表演的套路，怎麼看都像是在演戲似的。一比旁邊的朱媛媛和陳明昊的表演，那他的戲就顯得挺做作的，感覺挺假的。為了演而演，這可是演員最忌諱的事兒，因為會搞得觀眾沒法融入情節。畢竟演電視劇嘛，觀眾才是最終的裁判。其實趙麗穎的演技一直挺不錯的，只是哪段時間感覺她的表現不像以前那麼自然了，可能是角色調性不一樣，壓力大了也有點影響狀態。其實吧，都有跡可循，到了2025年上半年，她上線的那部唯一劇《在人間》裡面的演技就開始被打上了問號。總是說她演啥都一個模樣，她在那裡的角色和喬妍的心事裡的那個角色幾乎沒啥區別啊。特別是在演那些性格挺複雜的人物時，她就會保持臉上沒太多表情，咬着嘴唇，用眼睛偷偷傳達一些情感。其實這樣演出來，反倒讓人覺得像複製粘貼似的，畢竟角色雖然有點類似，但不能搞得太一樣，總得有點區別。這樣一來，觀眾對他的新穎感就會打折扣。這次上映的電影《醬園弄》，他只算個配角，演技也被不少人質疑，台詞更是被人吐槽，覺得他好像沒有展現出那個年代女作家為了爭取權益的那份決心，就像一個居高臨下的作家在喊口號似的。那會兒還挺多觀眾在評論，
說他的表演沒有其他演員那麼自然流暢。沒想到的是，劇裡的其他演員其實都挺認可趙麗穎的演技的。也許是因為每個人的偏好都不同，就像小城大事結束時，身為主要角色之一的黃曉明還滿腔熱忱地誇獎了趙麗穎的演技。他媽媽也挺喜歡趙麗穎的，經常看她演戲，誇獎得不得了。要是明年還想搞出像1月29日在珠海辦的那場第4屆電視劇年度盛典那樣的活動，估計也是沒問題。趙麗穎領銜的小城大事能否像楊冪主演的《生萬物》那樣得到那麼多讚賞，真是個懸念。你覺得趙麗穎能不能像楊冪一樣拿到總台視後的獎項呢？這其實也算是個疑問吧。演員一出風頭，觀眾肯定會認同他，但同時對他的期待也是越來越高。接下來怎麼保持觀眾的興趣新鮮感，這事兒可真是每個演員都得面對的課題，也是不少人頭疼的問題。至於趙麗穎能不能突破這個難關，也成了他的好好琢磨的事兒。不過相信到了2025年下半年休息一段時間後，趙麗穎或許能在2026年再度為大家帶來精彩的作品，展現出更多她的思考和一些改變。趙麗穎已拒絕黃曉明，小城背後藏着她的野心。小城大事在 9.6 的高評分與討論量破500萬的熱度中謝幕。最後一個鏡頭，李秋平微笑着對鄭德成說：“同路客，咱們下個路口見。”這不僅是道別，更是粵海撤鎮涉事的新開篇。初見鄭德成時，李秋平的眼神裡滿是審視與不屑。他覺得他狂妄、浮誇，甚至用英語諷刺他小男人。出生於高知家庭，從法國留學歸來的他，本有機會在省城拿高薪，卻選擇來到平川小縣城當秘書，從最底層開始。調任粵海後，他滿懷抱負，渴望做出成績。一開始，他看不慣鄭德成的粗獷與不顧後果，但漸漸的，他發現他雖然沒有高深的學歷，卻有着強大的群眾號召力和豐富的基層經驗，正是他所欠缺的。兩人從針鋒相對到並肩作戰，成為了粵海的黃金拍檔。細心的觀眾或許察覺，鄭德成對李秋平的欣賞中夾帶着某種情愫，只是他始終淡然回應，不動聲色。他心思細膩，懂得感受他人的情感，卻並不為所動，那不是他想要的方向。王麗麗追求鄭德成時，讚他帥、懂文化，李秋平忍不住反問：“有嗎？帥嗎？”在他的眼裡，鄭德成是個一心為群眾、渾身煙火氣的中年大叔，放在人群裡毫不起眼。工作中他能幹得熱火朝天，生活上卻像個大老粗，連字裡都成問題。相比曾經追求他的博士、專家，鄭德成顯然與他的理想型相去甚遠，甚至當年粵海花巨資請來的地質專家，也曾是他的追慕者。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是在長期共事中變得複雜。曾經高冷的李秋平，在鄭德成的影響下越來越接地氣，幹事帶着股匪氣。組織領導笑言：“你跟着鄭德成，學了一身壞毛病。”他被同化了，但只是工作上的默契。大結局時，他用同路客定義兩人關係，下個路口見帶着深意，或許是拒絕，或許是祝願，也可能是一種無聲的競爭。那句被解讀為高處見的道別，既透露了他的野心，也在觀眾心中留下懸念。這是分道揚鑣，還是未來的再次相遇？答案留給每個觀眾在心中做出詮釋。